先会爱自己，再去爱别人。欢迎收听阅读茶坊。砰的一声，连酒带杯被我摔了个粉碎。嫡母怒目而视，崔锦荣，你大胆！我说，你们让我死，我就要死，凭什么？我重生在了被杀的这一天。前世，我被江淮之休弃之后回家，父亲嫌弃我丢人，与嫡母商量，由他亲自给我送来了一杯毒酒。嫡母当时的凛然模样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锦荣，你死了，崔家的脸面也就保住了。在我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身后的2个婆子便将我束了手脚，捏住我的双颊，将毒酒给我灌了下去。这次我装作顺从的模样，趁其松懈之时，将酒杯摔碎了。其实我只是为了拖延时间。前世在我软倒之际，隐约被人拦腰抱住，随即我就断了气，魂魄飘到了半空之中，看到了来人。他身着飞鱼服，腰佩绣春刀，眉眼冷峻，气质森然，转眸冷去嫡母的目光，硬生生让他倒退了数步。我认识他，新任魏国公魏胜，也是新皇亲封的锦衣卫指挥使。我大概猜得到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，但我没有想到他会为我做到了那一步。嫡母王氏此生最在意的就是他的一子二女。在我死之前，长姐崔锦华已经嫁给了荣西伯府的嫡长子。在我死后没多久，她却被荣西伯府以擅妒恶毒之名休回了娘家。回到崔家后没多久，跳湖而死。三妹崔锦欢才及笄不久，王氏舍部的女儿就多留了2年，是以我死的时候，她还在闺中待嫁。但因嫡姐的是在京都中闹得沸沸扬扬，崔锦欢的婚事就成了问题，最后到了年纪，不得不低嫁给了一个6品小官。后来那6品小官得罪了圣上，被一道谕旨调去了边县。崔锦欢不得不与他同去，结果在半道上生了一场重病而去。而王氏唯一的嫡子崔耀光，本来在督察院任监察御史，若是顺利，他文官这条路走到底，20年后能超过父亲也不一定。但是有一年黄河水患，皇上派他去监察河道，他中途听闻当地死尸遍地，瘟疫横行，竟悄悄跑了。消息传回，圣上大怒，令锦衣卫将他逮捕回京，判他午门斩首，片刻都没单言。就此，王氏疯了，被父亲关进了后院。崔府也逐渐衰败。父亲的官阶一降再降，后来带着仅剩的2个老仆去了贵州任知县。疯癫的嫡母被他用绳子绑住，扔进了一辆简陋的马车里。我的记忆最后停留在他最后回望京都的那一眼，尽是恋恋不舍。而这一切自然都有魏胜的手笔。嫡母转头让赵妈妈再去取一杯，冷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你砸一杯，还有另一杯。今日你无论如何都逃不了。”我垂眸一笑，取酒的功夫，那人应该赶到了吧？我没想到的是，他来是来了，但他来的方式与前世截然不同。就在赵妈妈去而复返时，下人来报，锦衣卫指挥使魏大人带人来提亲了。至于提亲的对象，就是我。嫡母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拂袖往前院走。我掩住心中讶然，抬脚跟上。正厅外，侍卫分列2行，腰间挎刀，气质森然。这哪里是来求亲的？俨然有逼婚的架势。父亲的声音从厅内传来，
在下只见过求亲带聘礼的，还从未见过带侍卫的。一道慵懒中带着冷然的声音道：“聘礼吗？自会奉上，至于侍卫。”这时我跟在嫡母身后走进正厅，他的视线越过嫡母，落在了我的身上。这些侍卫乃我魏公府亲卫，也是聘礼的一部分。前方，嫡母的脚步顿了顿，复又抬起。我按下心中惊惶，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他。面容如刀凿，眼神如孤狼。前世他来晚了一步，今世他要娶我，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？什么？父亲倏地起身道：“这成何体统？”魏胜道：“在大婚之前，这些侍卫会留在崔府，护佑本官未婚妻的安全。”父亲拂袖道：“本官尚未答应。”魏胜父在刀柄上的手指一动，绣春刀噌的一声，亮出了一截雪白。父亲后退了一步。魏胜道：“崔大人想清楚再说。”父亲你了半晌，将矛头指向我。锦荣，你才被休归家，你来说，你嫁是不嫁？父亲语带威胁，言语间莫不提醒我弃妇的身份。他料定我就该自觉羞愧，无脸见人，更别提忤逆他。我抬头看了眼魏胜，与他目光相对，他眼中并无多余的感情，好似前世的记忆都是我的幻觉。我嫁，我却毅然决然道。魏胜离开后，父亲从嫡母口中得知了我拒喝毒酒的事，怒道：“你被休归家，让我崔氏颜面扫地，不仅不自思己过，还如此急切另嫁他人，简直有如我崔家门风，不配称为崔家女。”我不由冷笑，在父亲心里，名誉大过天。他笃定是我使他名誉有亏，所以被休是我的错，另谋出路也是我的错，想活下去更是罪无可赦。只有我死了，成全了崔家的脸面，那才是对的，才配称为他崔德之女。我改变不了他，只能改变我自己。父亲继续道：“你以为你嫁给魏胜会落得什么好？此人心狠手辣，不孝不悌，坊间早有恶名。你若当真嫁给他，从此以后就不再是我崔家的女儿。”父亲向来外强中干，话虽如此说，却也不得不吩咐嫡母为我筹备婚嫁之仪。因为魏胜不仅恶名在外，他还是新任魏国公兼锦衣卫指挥使，更是新帝身边的红人。父亲嘴上义愤填膺，实际上得罪不起。但以我对父亲的了解，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。因为我不仅玷污了他的名誉，还挑衅了他的权威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契机，维护他身为家主和父亲的威严。凡是背逆他的，终将付出代价。在我出嫁当日，他对外宣布将我从家族除名，这就是他送我的大婚之礼。他认为我前辈江淮之休弃，后又被家族除名，对一个女子来说，这便是最大的耻辱。他明明知道我如今的处境何等艰难，还特意选择在我再嫁的这一日宣布，将我置于众人的口诛笔伐之下，任人践踏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毁了我，他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他的权威，他的名誉就能两全了吗？还是为了成全他那可怜的自尊心？我娘去世前曾说：“蓉姐儿，这辈子你就不要指望你父亲能为你撑起一片天。他心里最重要的，不是我，不是王氏，也不是他的儿女，在他心里只有他自己。你要学会坚强，勇敢地走接下来的路。”
我娘说的对，父亲的自私凉薄早已被刻在了骨子里。我与魏胜拜堂时，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，周围观里的人也在小声讨论这件事，逐渐开始指指点点。但魏胜做了一件事，他将议论之人统统赶了出去。好了，这下耳根子清净了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，炙热的体温从手掌一路传到胸口，红盖头下我本来已经麻木僵硬的脸逐渐舒缓。但是我没想到还有后续。翌日敬茶后，魏胜又去宫里求了一道圣旨，为我谋了一个一品诰命的头衔。接旨后，他笑道，这下连崔德见了你也得恭恭敬敬地弯腰行礼，更别提崔府后院那群女人，见了面就得在你面前卑躬屈膝，尊称一声国公夫人。想到那场面，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总觉得他分明还是小孩心性，哪里是什么恶名在外的魏大人。我在魏国公府的日子过得很是舒心，唯有一个人爱给我使绊子，便是魏胜的庶妹魏之。她与魏胜同为公府庶出，颇有些相依为命的情谊。自魏胜崛起后，魏之在魏国公府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，但她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本以为我与她之间有什么误会，却听她说，二哥哥本来有机会娶陶姐姐的，也不知你用了什么手段才让我二哥哥娶了你，还被自己娘家厌弃，你才不配当我的二嫂。我胸口一滞，一时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脑中空悬了一瞬，恍惚间听自己问道，陶姐姐？哪个陶姐姐？她露出一丝恶意的讥笑，自然是将你取而代之，嫁进江府的陶淑然陶姐姐喽。真是阴魂不散。当初新帝登基，陶家被人发现曾与夺嫡失败的大皇子暗中有联系，即将被新帝清算。这时候，陶淑然来找了江怀之，正逢我去给江怀之送羹汤，行至书房门口不远的回廊下，便看见二人抱在了一起。陶淑然双肩微抖，江怀之哄着他，轻言细语，淑然别怕，我会帮你。那时我尚不明白江怀之会如何帮他，直到不久后收到休书一封，我才明白他帮他的方式就是休了我，给他腾位置。他决意要保下他心爱的女子，只进宫了一趟，就让陶家转危为安。他用自己的从容之功换得陶家荣华不断。可笑的是，当初我只是想要为我娘争取一个名分，他却以朝堂初定，天子宵衣干时，不好拿这些琐事去叨扰为由，拒绝了我。更可笑的是，他迎娶陶淑然那日，与我被毒杀是同一天。他如花美眷，而我命丧黄泉。然而，这些打击对我来说都不是最致命的。只有一件事令我至今耿耿于怀，那是我死后第7年发生的事。一日秋雨绵绵，江怀之来到了我的坟墓前。他那日喝得甚醉，周身衣衫被秋雨打湿，形容潦倒，在我的坟前哭坐良久，才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锦荣，我后悔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其实那时我就站在他面前，但他看不见我。陶淑然就跟在他身后，恰好听到了这句话。二人在我坟前大吵了一番。陶淑然气急之下，指着我的墓碑，道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真相。你如今后悔又有什么用？当初是谁处心积虑休了他？又是谁狠心对他用药，让他7年都生不出孩子来？脑中一阵轰鸣。
我不可置信地转头看向江怀之。当初休书上写的休妻的理由，就是我7年无所出。我还未回过神，陶姝然又大笑道：“你如今说你后悔了？你后悔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崔锦荣已经死了呀，你这个混蛋！”我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离开的，因为我先走了。多年的疑惑得解，我终于死了心。也就是那时，一阵眩晕感袭来，睁眼我便重生了。我以为这一次我再也不会跟那2人有任何牵扯，谁知陶姝然与魏国公府也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独自去了京郊外，去找一个有在世华佗之称的神医看诊。他褶皱覆面，阳虚垂地。把脉后，他说我已伤根本，终生不会有孕。我失神半晌，才点了点头。失魂落魄地回家，行至朱雀街时，却遇到了江怀之。正当一阵春雨袭来，我没打伞，很快被淋得透心凉。江怀之从轿中掀帘而出，一身天青色圆领橙子衣，金贵自持。魏胜就是这么照顾你的，他说。我却无声落泪，终身不孕。江怀之，你对我何其狠心！他打着一把玄青的伞来到我面前，将伞附在我头顶。你哭什么？他垂眼看着我。我哭什么？我哭我遇人不淑。我哭我怎么没早点看清你的表里不一，狼心狗肺。那时我才5岁，娘还在世。江怀之的母亲是我娘的闺中密友，因家道中落，带着她前来崔府投奔。那时我娘在崔府虽已说不上话，手中却尚有余财，便将这母子俩安置在自己的一处私宅中，并一直资助江怀之科考制役。多年来，我与江怀之接触良多。他比我大3岁，长得姿容玉树，又胸怀大志，还特别会讨我欢心。后来他向我表明心意，说怀此生若得卿为妻，定是若怀珠，真之惜之。娘去世前，求父亲为我定下了与江怀之的亲事。至于怎么求的，娘缠绵病榻已久，多年来避居偏院，那日却撑着病体去见了父亲。当初你为了你的官途事业，将我这个原配降妻为妾，迎娶了王氏嫡女进门。多年来我对此事未置一词，如今就求你这一件事，你若不答应，我死不瞑目。父亲在刚硬的心，也有心虚的时候，终是点了头。之后江怀之便跪在我娘榻前保证，多谢伯母成全，怀之发誓，定一生一世对锦荣好，此生为他一人足矣。话虽这样说，可毕竟有父亲这个前车之鉴在，娘也曾经忧虑过，江怀之若是金榜题名后，生出别的心思，可怎么是好？我那时信誓旦旦地说，娘，怀之哥哥跟父亲不一样的。是啊，是不一样。江怀之比父亲有骨气。我嫁给他，是在他考上状元之后。若那时他想毁掉婚约，学父亲那般另娶高门嫡女，以他的手段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但他很快就上崔府提亲，娶我进门。我欣慰我没有选错人，又哪里知道，就在他上崔府提亲的那日，遇到了祭祖归京的陶姝然。哒哒一阵马蹄声传来，回忆被打断。魏胜的身影瞬息而至，玄青色的伞被他挥手一掀。下一刻，我便被他捞上了马，放在胸前。他轻抚我如诗的鬓发，呢喃道：“蓉儿不哭了，我们回家。”他没有看江怀之一眼，用披风将我裹了，径直打马而去。
我出门不带下人，是不想惊动府内的人，但我从未想过能瞒过魏胜。他这般急匆匆赶来，想必已经知道了。魏胜一路抱着我入府，命人准备热水姜汤和干净的衣物。魏之见了，跟着道：“怎么浑身湿淋淋的？发生了神？”住嘴！魏胜打断道：“夜里我发起了高烧，这一病就是3天3夜。”魏胜便守了我3天3夜，直到我醒来，问他：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我指的是我不孕的事。大婚之前，属下人暗例调查，他说：“我不敢将这件事告诉你，是怕你伤心。”我不可置信道：“那你还娶我？子嗣对公侯之家意味着什么？他难道不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锦荣，子嗣是很重要，但不及你重要。”见我不语，他又道：“你若是因此灰心丧气，那我做的这一切又有何意义？”可是我道：“若是一直不生孩子，你怎么跟家族交代？”他却道：“整个魏国公府都是靠我才能存活下来，我无需跟任何人交代。”的确，魏国公府之前由老国公把持，却站错了队。新帝登基后，老国公和世子被抓入狱，魏国公府摇摇欲坠。新帝是看在魏胜的面子上才赦免其罪，但要继续稳坐其位是不可能了。最后，魏胜以庶子之身承袭魏国公府。坊间传他不孝不悌，就是认为他夺了父兄的爵位。可这一切明明就是他应得的。魏胜的话仿佛给了我底气。沉默片刻后，我问道：“那陶舒然呢？他是怎么回事？”魏胜却仿佛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才会问出口呢。”我并没有放弃，我也告诉魏胜，既然京城的神医治不了，那便去外城找，总有一个能治好我的。魏胜对我的振作很满意，他说：“锦荣，你放心，只要你想，为夫便为你寻遍天下名医。”我的身体很快恢复如初。秋猎时，我带着魏之同行，却在狩猎场门口遇见了陶舒然。他就站在不远处，端着手瞧着我，眉眼挑衅。我第一次见陶舒然，其实是在一幅行乐图上，那幅图就挂在江怀之的书房，与他日夜相伴。江怀之从不许我轻易踏进他的书房，他说他在书房办公须的集中思绪，我进去会扰乱他。可那日也不知怎么的，他午后在书房小憩，小厮也不在门口守着，我就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，便看见了他摊在桌面上尚未收起的那幅行乐图。画上有一名青衣女子立于栈桥回首，旁边提了一行字：“静女其书，似我于成鱼。”我当下就明白了江淮之将我禁足于书房之外的真正原因。心神恍惚间，我不慎弄出了动静，惊醒了江淮之。他发现我在，连忙起身将画卷起。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，他见我不哭不闹，索性没再瞒我。他说他8岁随母亲入京那年，在城门口被守城的士兵刁难，是路过的陶舒然出面求的情，而后他们就没再见过。直到他到崔府提亲的那日，在街上遇见了祭祖归京的他，才知她是国子监祭酒陶大人的嫡女。即便他言辞间描述的极其隐晦，还解释说他只是感念他当年的恩情，二人私底下并无来往。可他眉宇间的柔情，无论如何都藏不住。不过他也不用再藏了，不然陶舒然上门求救那日，
他也不会堂而皇之的将其拥在怀里。想必在他跟我摊牌时，心中就早已有了休妻另娶的想法。可惜直到拿到那封休书，我才明白自己有多天真。若是二人之间当真没有暗中往来，陶倏然在危难之际又怎会找上他江怀之？只怕他们早就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了吧。魏之唤了一声“陶姐姐”，欢欢喜喜地跑过去。陶倏然看了我一眼，眼角眉梢挂着淡淡的得意，并伸手为魏之整理衣襟，好像他才是魏之的兄嫂，而我只是个外人。我连嘴角都懒得扯，不做理会。二人手拉手往狩猎场中走，而我站在原地等魏胜。他随圣驾已先行一步，跟我约定在这里等他来接。没想到却等来了一个不相干的人。怎么不进去？江怀之的声音从一旁传来。我道：江大人，你夫人已经进去了，而我在等我的夫君。听闻那日你回去生病了，如今还好吗？我不由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的语气像在闲话家常，好像一切都还不曾发生。我还是我，他也还是他。手掌一热，魏胜的声音从耳边传来：魏某的夫人就不劳江大人操心了。眼角只瞟见江怀之紧抿着的嘴角，我便被魏胜拉着离开。没走几步，又遇到了去而复返的陶倏然和魏之。魏之尚有些茫然，而陶倏然眼眶通红地朝着魏胜递了一眼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这一眼颇有种荡气回肠之感，只一眼，他便垂眸走向江怀之，还真是谁也不放过。接着，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怀之，怎么不进去？是遇到什么熟人了吗？语气小心翼翼，又楚楚可怜，惺惺作态。他明明都看见了吧？就像那日一样。他被江怀之拥在怀中安慰，抬眸时恰巧与站在廊下的我目光对上。他只愣了一瞬，便朝我挑眉一笑。我站在透风的廊下，而他被我夫君护在怀中，笑得恣意盎然。那时候想必他是得意的吧。我骤然停下脚步，对魏之道：之儿，你那日说原本嫁给你二哥哥的，该是你陶姐姐，此话何解？魏之脸色一白，看了眼魏胜，道：我不是已经当着二哥哥的面给你道歉了吗？你怎么？他又看了眼陶倏然，欲言又止。这时魏胜看向他，唤了一声之儿。他面皮一紧，便破口而出道：那时候陶家遇难，陶姐姐来府上求二哥哥帮忙，说只要二哥哥肯娶她为妻，定可解陶家之围。可是二哥哥不也没答应吗？说罢，他左右看了看，跺了跺脚，落下一句：这下你满意了吧，坏女人，便独自跑开。我甚是满意，还忍不住回首望去。只见江怀之脸色铁青，而陶倏然站在他身边，面色褪了个干净，也不知是气的还是怕的。江怀之为了陶倏然做到这个地步，估计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在陶倏然心里，当初那个第一人选并不是他吧。他心心念念的女子，本质上对他也逃不过利用二字，当真可悲可笑。天道循环，辜负之人终将被辜负，也不知他如今心里作何感想。我笑了笑，拉着魏胜自顾离去。魏胜笑得纵容，可出气了。我抿唇不语。其实陶倏然今日若能收起他那副可怜兮兮的眉眼做派，我本来也不大想揭穿他的。
毕竟他对江怀之到底是利用还是真情，与我又有多大干系？只是我没想到，陶淑然那副柔弱的外表下，实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重阳节的花灯会上，人头攒动，魏胜入宫去了，与我约定晚点来找我，而我眼前一黑，被掳走了。醒来时，正置身于一辆银叶奔袭的马车上。这马车四面铸铁，坚硬非常，只留了几个透气的气口。我喊破了喉咙，外面也没有一个人回应我。我知道这是着了道了，索性沉下心来，养精蓄锐。一路上我都没想出来掳我的人到底是谁。毕竟有这心的人没这实力，有这实力的人没这心思。直到马车停下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第一次出了马车见了光，竟然停在了码头。人头喧嚷，海声滔滔。举目四望，我正辨识方向，就听身边的一个婆子道：“夫人就别指望着跑了，这里是泉州，天高皇帝远的，谁都救不了你。”脑中一道光电闪过，我隐约知道了是谁。陶淑然的弟弟在泉州任知府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困住我多日的铁皮马车，不由讽刺一笑。为了害我，他倒是用心良苦。我双手背负，周身被一件黑色披风罩着，身后跟着两个身形粗壮的婆子，周围人丁水客来往，渔船商货鳞次栉比。两个婆子紧跟在我身边，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。忽然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我摔倒在地。两个婆子怕引人注目，连忙将我扶起。其中一个婆子眸色一厉，正准备说什么，却见前方两个渔夫打扮的人迎了上来。他们对其中一个婆子交代了几句，便引路往码头方向走。一行人到了一艘硕大的货船前，一箱箱货物正陆续被一群肌肉虬结的工人往上搬。我顿时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，竟然要将我送到海外，不是荒郊野岭，不是勾栏瓦舍。陶淑然定是料到了我失踪后，魏胜定会第一时间发觉，派锦衣卫四处寻我。锦衣卫密探遍布天下，无孔不入。这一行人一旦在这些地界现身，魏胜必定会得到消息。然而一旦出了海，即便魏胜有通天手段，也找不到我半丝踪迹。至于出海之后，我孤零零一个女子会遭遇什么？陶淑然想必也是心知肚明，乐见其成的。他这是不仅要让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还要魏胜永远都找不到我。我狠狠闭了闭眼，好歹毒的用心。两个婆子一推，将我交给了那两个渔夫，随后转身回到了马车，连人带车很快消失在人群中。我咬紧了后槽牙，被两个渔夫钳制着往船上走。我本想求救，却发现一路上的人都对我们视而不见，最多的也只是掀起眼皮瞅一眼，随即埋头各走各的路。我的心越来越沉，这些人的反应太过奇怪。直到到了最下一层的船舱，我才明白其中缘由，因为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了。这一整个底层船舱关着的都是10几到30几岁不等的女子，约莫有40-50人。她们有的还梳着少女发髻，有的已经做妇人打扮。见着来人，都面露惊恐，惊慌失措地往后躲。我心下惊恐，手指在披风的遮掩下止不住地发颤。这可是市舶司的船，这可是工部造的船，竟暗中被用来行人口贩卖之事。
这已然不是他陶书然，亦或他那个任泉州知府的弟弟能够操控的事。在这背后，定然隐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。太多的疑惑喷涌而出。泉州官场有多少人身与其中？朝廷知道吗？他们的大靠山是谁？而我置身其中，又该当何去何从？忽然，身上的披风被人随手一扒，一只粗粝的手将我的脸转过去，打量起来。面前之人露出一口腥臭的黄牙，笑道：“怪不得那2个老婆子如此紧张，竟是个罕见的好货色。没想到咱们兄弟此生还能想到如此艳福。”另一人犹豫道：“这娘们长得如此好，不会是哪家官眷吧？可别惹上什么大麻烦。”“怕什么？只要船一起航，就算是宫里的娘娘在这儿，也只能任老子骑。”说罢，就像要证明他所说的话似的，伸手就向我胸口处的衣襟袭来。我倏地一惊。这时舱外有人大喊道：“王大、刘二！”那手骤然一停，颇为不甘地转向我脸上摸了一把，才意犹未尽地离开。我狠狠喘了口气，被他摸过的地方如蛇爬行。我强忍着恶心扫视了一圈，最终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，想了想，又弯腰往地上蹭了一脸的灰。船已起航，此行一去，前途未卜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身边的一个女孩自称阿秀，道：“你已经在他们面前露了脸，即便将脸弄脏了，又有什么用？”我说：“怎么没用？若下次进来的不是他们，不就没人认得我了吗？”他看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你很聪明，只是再聪明，到了这里也只能认命了。”“不，我绝不会认命。”思索片刻，我问道：“听姑娘说话，想必也是从识文断字的人家出来的，怎么会落入这般田地？”他闻言落下泪来。识文断字又有什么用？家里为了供弟弟读书，将我给卖了。本来说好的是卖给大户人家做丫鬟，结果我那黑心的继母为了多赚几个银子，瞒着我爹，将我卖给了人贩子，辗转就到了这儿。我刻意引出他的伤心事，其实是想考量他能不能信。如今境况，须得步步谨慎。看他哭得也情真意切，我又问：“阿秀，你是哪里人？”他逐渐收了泪，道：“就是泉州本地人，家住城外20里的桃花村。”此话一出，我心中便有了判断。一则，我娘就是泉州人，在世的时候还教过我泉州话，所以泉州的口音我识的。二则，我只问了他是哪里人，并未问他家具体住在哪儿，他却自己说了出来，也说明这姑娘是个心无城府的实诚人。之后我便不再言语，直到2个时辰后，天幕已黑，束手的绳子也终于被我割断。之前在岸边我被绊倒，实则是刻意为之。我看见了路上一块石片，我知道，这也许是我唯一一个自救的机会，当机立断便摔了下去。王大和刘二来得凑巧，那2个婆子也没过多细究，这石片便被我顺利带上了船。外面守门的人已经被叫去喝酒，我凑近阿秀耳边，让她别动，悄无声息地帮她解开了绳索。她与我对视了一眼，目露惊恐。我拍了拍她的手，等她镇定下来。而后我们挨个过去，将每个人的手都解开。有的人兴奋，有的人害怕，却不约而同闭紧了嘴。船舱里罕见的安静，直到砰的一声响，有人踹门闯了进来，是将我带上船的王大。
也就是那个声称就算是宫里的娘娘在此，也要任他欺辱的人。他已然喝醉了，走路打晃。舱内灯光昏暗，他醉醺醺地上前，随便拉了中间的一个姑娘，一把甩到角落的一堆杂物上，口中吐着污言秽语，揉着胯间便欺身而上。但下一刻，他就双眼一闭，晕了过去。我站在他身后，扔了木棍，随即扒了他的衣裳换上，跟几个姑娘合力将他捆了，堵上嘴，再将他挪到了角落的稻草堆里埋着，暂且遮掩。接着我潜出了船舱，去了距离这里最近的船尾，放了一把火。海上风大，火烧得很快，随着火势渐起，很快引起了船上人的注意。趁着混乱，我又跟着救火的人找到了货舱。原来这是一艘运送丝绸的商船。我毫不犹豫，又点了一把火。在我朝世舶贸易中，丝绸是重中之重。如今我一把火烧了，他们便没法交货。其实我的本意是想逼他们返航，以此为船上的女子寻得一丝生机。却没想到引来了海盗。海盗一拥而入，却乱中有序。原本昏暗的船舱被火把照得通明。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在众人的拥簇下大步迈入。看这架势，他就是这群海盗的首领。可这长相阔朗中带着儒雅之气，真不像一个海盗该有的形容。绳索已经被人发现，正呈送至他面前。他接过来正瞧着，不知在想什么。这时，角落的稻草堆里传出呜呜的声响。他眉眼一动，王大便被人提溜了出来，砰的一声扔在地上。王大被堵着嘴，捆着双手双脚，衣裳却完整，是我之前赶回来给他套上去的。海盗首领看了眼手上的绳索，又看了眼躺在地上呜咽的王大，视线却转向了我们。他问：“火是你们放的？”我心下一惊，此人竟如此敏锐。他视线逡巡，又道：“是谁出的主意？”我惊诧万分，愈发觉得这海盗头子不简单。阿秀拽着我的手，微微发抖。船舱里没有人说话。片刻后，站在他身边的一独眼男人粗声粗气道：“老大，何必跟这群娘们废话？只需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等的手段，看他们开不开口。”说罢，撸起袖子就要往前冲，却被那海盗首领斜睨了一眼，便又老实地退了下去。海盗人员组成一向鱼龙混杂，在他面前竟然乖如鹌鹑，服服帖帖。但还是有姑娘被此举吓出了尖叫。随后，那海盗头子又从一堆绳索中挑出那唯一一根被石片割断的，举起来道：“这是谁的？”心跳骤然加快，我不由暗叹：此人思绪缜密，心细如发，果然如传闻中那般不好对付。我想我已经知道了他是谁。我以前听魏胜提过，东南沿海的海盗本来分散零落，各自为王，近年来却逐渐被一个神秘人归拢统一。据说此人不仅有治军之才，还有经商之智。他一边收编各路海盗，一边还跟海外有着生意往来。随着这几年的发展扩张，俨然已经成为了海上霸主。魏胜提起时，还颇为可惜，此人不能为朝廷所用。此人行事谨慎，甚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姓谁名谁更是无从查起。不成想，今日竟被我遇着了。我这是什么运气？又听他的声音传来，现在不说，一会儿再想说，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。
他眉宇间已不似之前平和，显出些许瘆人的戾气。站在他身后的海盗们也动喝出声，快说，声如雷轰，刺耳的尖叫声此起彼伏。终是有人往我的方向指了过来，颤声道：“是他，是他出的主意，都是他干的，与我们无关啊！”阿秀急得想站起来，被我给按了回去。我朝那姑娘看了一眼，是之前被王大拉出去的那个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随即便是潮水般的附和声。是啊，不关我们的事，是他割破了绳子，是他放的火，我们不敢的。饶命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这海盗头子软硬兼施，先礼后兵，连兵法都用上了。我虽已料想到这群姑娘们怕是招架不住，却也没想到他们能将我卖得这样彻底，心中颇感讽刺。我撇开阿秀的手，缓缓站起身。是我，大人有何见教？我不过就是放了一把火，有何值得他非要将我从这群人中给筛出来的？如此处心积虑，步步为营，背后必有其因由，有因由便有转机。我所料不错，海盗将船洗劫一空，我们也被带走，上了一座孤岛，关进了牢房中，而我单独一间。一日下午，那海盗头子便要见我。此时的我还想着机会来了，却未曾预料，等待我的形势将更加危机四伏。海盗头子问我的来历，我说我乃京畿人士，来泉州探亲，不慎被人迷晕，卖上了船来。他又问我探哪家的亲，我报了外祖家的名号，泉州商户赵家。他又详细问了许多，除去我刻意隐瞒的与京畿有关的事宜，关于泉州部分全是真实。他只需派人上岸，一打探便知。果然2日后他又见了我，他自称冯起，问我可想回去。我立即心生警惕，此人行走于海域中，向来神秘至极，如今竟然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告知，到底怀着什么目的？可如今我为鱼肉，他为刀俎，还不如来得直接些。我索性道：“大人有话不妨直说。”却没想到他的目的是要我上岸，替他向他的妻女传信。随即他说起了他的来历，还颇为坎坷离奇。他乃泉州人士，祖上是开私塾的，自小读书，本想走科举之路，谁想后来家道中落，为了一家老小的吃穿，他才不得不干起了下海捕鱼的营生。谁知5年前的一天，他如往日般出海，结果遇到海上大风，渔船被海浪掀翻，一行人中只有他侥幸被人所救活了下来，而救他的人却是海盗。自那时起，他便入了贼窝，从此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加入，他为了活命，成了海盗中的一员。后来说是阴差阳错也好，局势造人也罢，5年时间，他从一个跑腿打杂的，逐渐走到了今日的位置。他努力地往上爬，是想有朝一日能与妻女重逢。可讽刺的，他爬得越高，越不敢回去。权势日盛，限制愈甚。以他如今的身份，只要一露面，便有暴露的风险。他说：“手下这么多兄弟，我能不顾自己的性命，却不能不顾他们。”我思索片刻，道：“你露面虽然冒险了些，可你手下人那么多，你为何不悄悄派个得力的手下去给你妻女报个信，让他们知道你还活着，也好安心？”他却道：“此中内情，不便相告。”他不说，我稍作一想，
也能猜到7、8分。这些年他虽将各大海盗势力收拢归一，想来也不是个个都那么听话顺服，就跟那朝堂中的党争一般。这海盗里头，想必也是有个分门别类的。再加上这里鱼龙混杂，消息走漏也更加容易。他想保证妻女的安全，便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些年来，连他还有妻女的事情，他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，可见此人心机城府之深。如今他却将这些告诉了我，我缓缓沉下一口气，真是要命。他断言道：如今摆在我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一是答应跟他合作，他定会想办法放我离开；二就是永远别想离开。永远别想离开，其言下之意便是让我死在这儿。想也是，他已然向我透露了这么多。我若是不答应，他为了隐藏自己还有妻女的事，定不会容我活着走出这道房门。我没有选择，只是他既然要放我走，定然要有所拿捏，才会放心。他说，那个叫阿秀的，看起来跟你感情甚好。我指尖一动，面上却不动声色道：我与他萍水相逢，算起来我跟他说的话，还没有跟你说的话多。他却摇了摇头，道：非也，那姑娘是那群女人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背叛你的人。我咬牙纹丝不动。他继续道：你这个人重情重义，本来放了那把火之后，便可以趁乱自己逃命，你却又回到了船舱，难道不是为了救他们？我微微挑眉。他微笑道：你既然能为了救一群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放弃自己逃走的机会，就更不会放弃一个对你忠心的朋友。我说的可对？我竟一时不知，他是在讽刺，还是在夸赞。当时回去的路上，我确实看见了一艘逃生的小船，那时情况混乱，其实正是逃走的好机会。可我犹豫了片刻，还是返回了船舱。我看了冯起一眼，现在才算是理解了当初魏胜提起他时，为何一片惜才扼腕之情，却还是不由讽刺了一句：阁下心思缜密，手段雷霆，小女子佩服。我以为他放我离开的方式，无外乎悄悄送我出岛，却没想到他外表一副儒雅书生模样，行事却如此剑走偏锋。被掳离京时还是晚秋时节，如今却早已入冬。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，海面冻结成冰的那夜，兵歌之声传来。官兵攻了岛，我被救了。那日我被送回之后，形势就起了变化。冯起下令将掳来的姑娘们分成了2批，我和其中一批关在一起，剩下的不知所踪。所以现在得救的只是有我在的这群人，而阿秀他们已经被转移走了。冯起如此设计，自有他的深意。他不仅为了威胁我，若只有我一个人得救，官府必然生疑；但倘若是一群人，便可作遮掩。这个海盗头子当真好谋划，好算计。总督署衙门的大堂上，被救回来的姑娘妇人们跪了一地，正在挨个问话登记。上手做的正是闽浙总督裴玉。当我在牢房里见着他时，被吓得心脏骤停，第一反应就是垂头屏气，随即才反应过来，我认识他，但他不认识我呀，这才吐了口气。我嫡姐崔锦华所嫁的是荣西伯府的嫡长子裴旭，而裴玉乃伯府邢二的嫡幼子。说来当年嫡姐大婚，最出风头的并不是作为新郎官的裴旭，而是他这个嫡亲弟弟。因为裴玉长得好，
未娶妻，性格又比他兄长更加伶俐，这对未出阁的小姑娘来说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。当时女宾席里谈论她的人太多，我也按捺不住好奇心，躲在屏风后面探头偷看了一眼。幸而当时只是看了一眼，没有在她面前露脸，不然被她认出我是谁，便麻烦了。跟裴玉一起带兵登岛的福建总兵王守新就坐在其下手。他猛拍了一下太师椅的扶手，道：“多好的一次机会，都没将那王八羔子抓住。”他口中的王八羔子指的应当是冯起。如今海上能有这么大的颜面，让闵这总督亲自出马逮人的，也只有他了。只可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轮到我问话时，一直闭目养神的裴玉骤然睁眼：“听你的口音，不是本地人。”我眼皮一跳，道：“回大人，小女子乃京畿人士，本是来泉州探亲的，谁知路上遇到歹人，这才有了这番遭遇。”“是吗？”他命人将册子递给他，略看了看，问道：“泉州商户赵家？”我说：“赵家乃小女子的外祖家，我娘本就是泉州商户赵家的独女。当初外祖父母做主，将我娘嫁给了我那还是个穷酸秀才的父亲，不过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摆脱士农工商之末的地位。可惜父亲高中后，为了仕途升官，不惜将我娘降妻为妾，另娶了位高门贵女。后来我娘病故，父亲为了遮掩他忘恩负义的丑事，便逐渐断了与泉州外祖家的往来。因此京中甚少有人知道我娘的身世。我娘去世后，外祖父母心怀愧疚，又思女心切，相继去世。而如今把控赵家生意的是外祖父母的养子，名叫赵有奎。我唤他一声赵叔。娘生前曾跟我提起过他，但几次都欲言又止。是以我对此人也不甚了解。而我如今报上赵家名号，虽为迫不得已，却也名副其实，免得他们追根究底，三两下就查到京都去。我只是想争取时间，暂作遮掩。没想到的是，知道我身份的人会来得这么快。衙役来报，泉州知府陶大人来了，吓得我双腿一软。人是裴玉叫来的，因为这些女子大多都是泉州本地人。陶叔然行动前，并提前跟他这位任泉州知府的弟弟通过气，所以这位陶知府即便没见过我，也极有可能猜出这群人里有我。若是落到他手里，便什么都完了。陶知府全名陶守礼，长得跟陶叔然有3分相似。他目光在堂下的女子身上扫了一圈，道：“最近泉州地界多有妇人女子失踪，竟然是被海盗给偷掳了去。幸得总督大人亲自领兵除盗，才将人给救了回来。下官在此谢过了。”他一句话，便将这起拐卖人口的罪名栽到了海盗头上。我混在人群中，学着泉州本地的口音，状似疑惑道：“可我们是在去往西洋运送丝绸的商船上，被海盗掳走的，难道商船跟海盗们是一伙的？”话一出口，几道锋利的视线如箭般射了过来。我慌忙垂头，利用前面的人遮掩身形。随即有人道：“是呀，我原本是被我爹卖给周员外郎家做丫头的，结果却被人迷晕带上了船。”还有人道：“我记得我是出门去买珠花，被人用帕子捂了口鼻，醒来就在船上了。我是经前客介绍要去大户人家做奶娘的，
结果进了一间屋子就人事不省，睁眼就在船舱里了。裴玉冷然道：“陶大人，莫把大家都当成了傻子。”陶守礼连忙道：“这下官属实不知还有此等内情，回去之后一定调查清楚。”而后他便提出要将我们带回去做笔录。他的要求合情合理，对我来说却是致命。他只需将之前登记的册子拿来瞧上一瞧，便很容易猜出我是谁。毕竟这里面从京畿来的人寥寥无几，若被他认出来，我的下场可想而知。我不能跟他走，连登记册都不能让他看见。正思索对策时，却听裴玉道：“一群被吓破胆的妇人，还能记得贼人的样子？你将他们提回去审，能审出个什么来？传出去，百姓岂不会说官府捉贼不行，竟会欺负弱小妇孺？”陶守礼犹豫片刻，还未答上话，又被裴玉打断：“我已经通知了他们的家人来接，你就不用管了。”家人？陶守礼疑惑，还回头朝我们看了一眼，对裴玉道：“他们都有家人。”王守心不耐烦道：“没有家人，他们怎么冒出来的？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不成？你这人啰啰嗦嗦，烦人的紧。”陶守礼思索片刻，道：“总督大人说的有理。”我不由松了口气。陶守礼一听说我们在泉州本地都有家人，便放松了警惕，因为他不知道我外祖家在泉州的事。如此想来，我那自私自利的父亲还阴差阳错做了一件好事。不过这位裴总督的反应却有些耐人寻思。他不仅出言阻止了陶守礼，还将那本登记册子也带走了。来接我的是赵叔和洪妈妈。洪妈妈本是我娘的陪嫁丫鬟，当年我娘去世后，在我父亲的默许下，嫡母将我娘身边的旧人全都遣出了府去，其中就有洪妈妈。嫡母做事做得绝，洪妈妈在京都再无立足之地，只能回泉州赵家。派去给赵家传信的人带着一封我给洪妈妈的亲笔信，他知道是我，定会尽快赶来。但我没想到赵叔也会来，更没想到的是，赵家竟然如此冷清。按理说，赵叔也40好几了，又管理着赵家偌大的家业，早该成家才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赵叔之所以一直未娶妻，竟是为了我娘。当年我娘和赵叔两情相悦，但赵叔是外祖父母的养子，碍于世俗礼仪，二人不得在一起。而外祖父母又一心想让我娘当官夫人，便将她嫁给了我父亲。直到我娘病逝，他们才醒悟过来，他们为自己的女儿挑了一个怎样的人。赵叔心里一直想着我娘，所以一直未娶妻。他说他的命是赵家给的，这辈子就守着赵家吧。外祖父临终前将赵家的资财一分为二，一部分留给了我，而另一部分留给了赵叔，作为让他帮我打理生意的报酬。可赵叔却说他没有后人，这些以后都是要留给我的。洪妈妈与我说，赵叔当初答应继承赵家的一半资财，是为了让外祖父母走得安心。这件事当年被我娘极力隐瞒了下来，就连我父亲也以为赵家的家业被赵叔全部继承，却不知里面还有我的一半。我娘临死前曾经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，就连江怀之也不能说。她说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父亲就是前车之鉴，若是江怀之以后辜负了我，我还能有银钱傍身。
我娘顺从听话了一辈子，终究为我盘算对了一次。即便江怀之辜负我，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另一个女人，可那又如何？洪妈妈拉着我哭诉了一番，才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怕连累他们，只将事情大概说了，隐去了我与冯启之间的交易。洪妈妈这才知道江怀之的所作所为，又听说我是被陶淑然给害到这步田地，气得立刻就要提刀杀到京都去，被我和赵叔给安抚了下来。赵叔黝黑的脸也气出了红色，却还是拿出了赵家家主的镇定，安慰道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蓉姐儿经此一役，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好事。”翌日，我便找到了位于古榕巷尽头的冯秀才家。冯启的妻子由娘子长得颇为秀美，女儿阿英已经10岁了。按照跟冯启商量好的，我只将他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他们，其他一概没说。二人喜极而泣。阿英还想再问，却被尤娘子拉住了。她望了眼码头的方向，表情逐渐凝重，像是猜到了什么。3日后的夜里，我来到码头，钻进了一艘不起眼的渔船，逼仄又陈旧的小船舱里，只点了一盏油灯。冯启就坐在灯旁，一见我就起身迎了上来。我说：“他们想跟你见一面。”冯启沉默，我了然，问道：“阿秀他们呢？”他道：“你放心，人我已经放了，这是我们之前的约定。只是就这样轻易的放了，我总感觉有些奇怪。”犹豫道：“你可知道，这2年频繁有年轻女子失踪的事？”冯启眸中泛起冷意。原来他不仅知道，还知道是谁在往他身上泼脏水。须臾间，脑中闪过一个猜测。我终于明白奇怪之处在哪里。我试探道：“你想归顺朝廷？”船舱里静默了片刻。冯启道：“你这妇人到底是什么来路？竟然猜对了。”原来冯启早就有归顺朝廷的心。他不想一直跟朝廷对着干，也不想一直飘在海上，居无定所。但他又知道泉州官场靠不住，所以放走这群女子，也是他为归顺朝廷埋下的一个伏笔。若是真有那一天，这件事至少能证明他的诚意。所以他一直在试探，也一直在等待机会。可他既然有心归顺，对朝廷来说，应当是一件乐见其成的事。为何我连一点风声都没听说过？泉州没有，京都也没有，就像是被谁刻意给封锁了消息似的。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。舱外浪声涛鸣，面前似乎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，正等着我一脚踏进去。冯启最终还是忍不住去见了尤娘和阿英。这件事本来我是不应该知道的，可没几日，尤娘和阿英就被关进了巡抚衙门。裴玉亲自下的令，王守新去抓的人。冯启终究暴露了自己的弱点。而后冯启提出愿意归顺朝廷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要保证他妻女的安全。很快，这个消息就被传得大街小巷，人尽皆知，是冯启派人刻意传播出去的。他想借机造势，利用民间的力量，将这个消息传递给朝廷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泉州向外传递消息的渠道早就被人暗中封闭。更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裴玉选择了反其道而行。我本以为裴玉会借机招安，用冯启的妻女换海盗的归顺。这个条件对他来说以小博大，稳赚不赔。可他却下令
将冯起的妻女当堂实施杖刑。这件事也闹得人尽皆知，好像生怕人不知道似的。他的做法令人困惑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不是生怕人不知道，而是生怕冯起不知道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施行完毕，尤娘和阿英已经被衙役拖了下去。看热闹的人逐渐散尽，而我身旁无声无息地多了一个人，是裴玉。他道：“国公夫人何必趟这趟浑水，还是安分守己，在赵家等着魏胜来接你吧。”我毫不奇怪他会查出我是谁，能拖到现在，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我想了想，道：“多谢裴大人当初为我遮掩。”我指的是他那时阻止了陶守礼，还拿走了那本会暴露我身份的登记册子的事。他却道：“夫人不必谢我。”原来他当初之所以带走那本册子，是因为册子上有口供，当初救回来的人只有一半，从而察觉是有蹊跷。而前不久剩下的一半女子也悄无声息地回来了，这又引起了他的警觉。我忍不住道：“裴大人其实知道那些女子失踪的真相吧？所以那日在总督署公堂，他才会阻止陶守礼带走我们，因为他知道陶守礼与泉州妇女失踪案有关，他怕陶守礼在心虚之下做出什么混账事来，打草惊蛇，影响了他的大事。至于他的大事是什么，之前我尚且还想不明白，如今却有了几分猜测。只是越接近真相，越觉得不可置信。”裴玉没有回答。我继续道：“大人心知肚明，却冷眼旁观，您是不能管，还是不想管？”他当然是不想管，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逼海盗造反，他根本不想让海盗归顺朝廷，所以他对妇女失踪案视而不见，因为他乐见其成。泉州官场越是朝冯起头上泼脏水，海盗与朝廷之间的矛盾就越大，这就与他的目的不谋而合。只不过泉州官场为财，而裴玉是为了成就他的野心，但这却是以整个泉州百姓的性命为代价。若是海盗就此归顺，裴玉不见得能得到多大的嘉赏。反过来，若是海盗造反，他再出面带兵除灭海盗，于他而言，这就是功劳簿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所以他才会在明知冯起有意归顺朝廷的情况下，对其妻女当众用刑，还极力将此事宣扬出去。他想要彻底激怒冯起，激怒海盗。一旦海盗登岸，泉州百姓面临的将会是一场毫不留情的屠杀，而这正是裴玉想看见的。海盗作恶愈多，他平叛之后的功劳就愈大。他要用泉州百姓的鲜血成就他的不世功勋，而他就快成功了。最近海上总有船只神出鬼没，渔船和商船接连沉没了好几艘，已少有船只敢出海，码头更是人烟稀少。紧张的氛围像瘟疫似的，在泉州的大街小巷逐渐蔓延。泉州要乱了，我一定要阻止这一切发生。前些日子，锦衣卫就已经找到了我，他们耳目通明，已然察觉泉州有异，当时便要我尽快跟他们离开。我因为阿秀等人的事耽误了。今日我一回到赵家，一个叫刘启的千户就现了身。夫人，迟则生变，还是速速离开吧。离开是肯定要离开的，却不是现在。我问道：刘千户，如今整个泉州都在裴玉的控制之下，我们怎么离开？在锦衣卫的安排下，我又见了冯起一面，
他已经彻底被激怒，正在厉兵秣马，准备登岸。见着我时，脸色不善至极。我知道，如今任何理智的分析、利弊的权衡，在他面前都如花言巧语，只会增加他的愤怒。需要来点实际的。我说，我能保证尤娘和阿英的安全。在尤娘和阿英受刑之后，我便已经派遣锦衣卫潜入巡抚衙门，暗中保护二人。冯启见了刘启等人，也知道我并没有诓他，眼里的戾气这才驱散几分。最后他答应我，给我半个月的时间。而这半个月，我不仅要从泉州赶到京都，将这里的情况上报朝廷，还要给朝廷预留反应的时间。时事不等人，我回去对红娘和赵叔叮嘱了几句，当夜便在刘启的安排下，悄无声息地上了漕运的船。这就是魏胜替我安排的离开泉州的路线。裴玉能控制陆地上所有向外传递消息的渠道，却不能完全控制水上。说到底，水上还是海盗的地盘。冯启吩咐下去，没有海盗拦路。只要船能顺利离开福建、浙江地区，就意味着彻底脱离了裴玉的势力范围。到时候我们再登岸换马。锦衣卫有令牌，我们即刻800里加急往京都赶。时间虽紧，却能拼一把。船顺利地驶离了福建境内，但过境浙江时却遇到了盘查。王守新以捉拿叛党的名义，亲自带兵上船搜查。幸好我们早有计划，躲入水中，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劫。只是数9寒天，我在水下险些被冻得晕过去。幸而有刘启在，及时将我给拖了上来。本来只要我们能顺利进入应天府，裴玉就再拿我们没办法。但就在船即将驶离浙江，进入应天府时，遇到了李卡。其实按照惯例，给些银子也就过去了。结果那王守新硬是带人追了上来，借机要将路过的所有船只再搜查一遍。我不由在心里骂娘，有些计策可一不可二，我们不能再往水里躲了。可船就这么大，迟早会被发现。正焦急时，漕运总督霍如清出现了。他发现漕运的船被王守新带人给硬拦了下来，不仅半日都不让过，还里里外外搜查了个遍，便发大怒，硬是让人将王守新一众人等给请下了船。那时我正躲在船舱的粮食堆里，亲眼看着王守新被气得一把髯须差点倒竖了起来。而霍如清离开时，朝粮袋的方向微去了一眼。进入应天府之后，我们便彻底摆脱了裴玉的势力范围。上岸换了快马，才出应天府不久，就遇到了魏胜。几月不见，恍若经年。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。当然，我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千言万语化作一个额头的亲吻。周围的人都低下了头，我感觉到他的唇在颤抖。可如今形势危急，不是温存的时候。他让我就在应天府休养，之后的事情交给他处理。我知道他是心疼我，却不得不拒绝他。如今朝廷对泉州的情况一无所知，仅凭魏胜掌控的情况，圣上即便相信他，相信锦衣卫掌控消息的能力，却不免要先派人实地查探一番，才能做出决定。但是泉州耽搁不起，泉州的百姓也耽搁不起。只有我这个亲历者亲自面圣，才能让当今引起重视，迅速做出反应。魏胜最终妥协。我们800里加急往京里赶，
中途除了喝水吃饭，不敢半点单言。在离开泉州的第10日的傍晚，我们终于到达了京都城外。御书房里只有皇帝、魏胜和我3人。我将我怎样到的泉州，以及之后的经历、所见所闻悉数讲了出来，没有一丝一毫隐瞒。御书房里静谧了半晌。这件事一旦传出去，我的名声也就毁了。魏胜垂手站在一旁，一言不发，却双手握拳，骨节间发出了咯吱的声响。圣上大怒，亲赐虎符，让魏胜即刻启程，赶往泉州。而我悄然回到了魏国公府，整整睡了3天3夜。魏胜最终阻止了这场浩劫。1个月后，魏胜押解裴玉等人回京。裴玉以乱国罪被判处斩首，而荣西伯府也为他的野心付出了代价，被剥夺爵位，3代不得科举。除此之外，魏胜还带回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人。泉州贩卖人口案的背后是泉州官场，而泉州官场背后是当初夺嫡失败的大皇子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逆贼。当今登基后，曾经清算大皇子党羽，但当时并未捉到大皇子本人。其实大皇子早就为自己安排了退路，败后便偷偷潜入了泉州，而后逐渐控制了泉州官场。而裴玉作为闽浙总督，并非没有察觉，只是他为了成全自己的野心，一边放纵大皇子操纵泉州，做出贩卖妇女人口等祸乱江山之事，一边又利用大皇子党羽阻止海盗归顺朝廷。最后，他在看准时机逼反海盗，而海盗造反，泉州官场难辞其咎。他在借此机会将大皇子一党连根拔起，为圣上解除心腹大患。这样的功劳，圣上就是赏他个异姓王当当也不为过。如此心机谋算，不可谓不深沉。在那守备森严的卫队最中间，就是押解大皇子的马车。那辆马车四面围着黑布，只戳了几个出气的孔。这不由让我想到了当初关押我的那辆铁皮马车。泉州官场大换血，陶家的旧事也被牵扯了出来。原来当初弹劾陶家的人并不是无中生有，陶家明里是中立派，实际上却是大皇子的人。大皇子能顺利逃到泉州，后又顺利控制了泉州官场，其中若没有陶手里一干人等的遮掩和配合，谁信？他分明是想借泉州东山再起。令人始料未及的是，陶家与大皇子的纠葛中间，还有陶叔然的原因。当初陶叔然到了年纪，一直未定亲，京中也曾经有过传言，有说他太挑剔的，也有怀疑他身怀隐疾的，却都没想到陶家其实已经暗中将他许给了大皇子。若是大皇子当初夺位成功，他如今少说也是个妃位。后来的事情就说得通了。大皇子败北，陶家不慎被人抓住了把柄。陶叔然为了自保，分别找了魏胜和江怀之。他曾经成功过，如今却又被打回了原形。他不仅收到了江怀之的休书一封，就连数算陶家7大罪的奏书，也是由江怀之亲自递上。陶家暗中与大皇子联系的信件也被搜了出来。最后，陶家因谋逆之罪被抄家灭族，无一幸免。我不禁感叹，过往实在是小瞧了陶叔然这个女人。过后不久，冯琦也被押解入京。因为他是主动归顺，所以待遇稍好，被安置到了一处隐秘却防守全备的宅子里。
从此以后，他就只剩下2条路：一条路是被终身监禁，永远不得自由；另一条路就是死。而这2条路都取决于当政者的心思，2条路都不由己。其实，从冯起选择归顺的那一日起，就已经将自己的性命抛诸脑后，以他一人之命，给手下兄弟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还泉州一个太平。原来这个从泉州古榕巷走出来的不起眼的儒雅秀才，才是一条真汉子。后来我去见了他一面，他一脸解脱的神色，却求了我一件事，便是帮他照看尤娘和阿英。我让他放心，我早已去信泉州赵家，嘱咐洪妈妈先将尤娘和阿英接到赵家暂住，待这件事平息后再做打算。他们的后半生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会看顾到底。冯起眼眶微红，点了点头，道了一声多谢，朝泉州的方向深深地望了一眼，便垂手走进了房门。回府的马车上，魏胜见我心情抑郁，拉过我的手，安慰道：“你放心，即便看在他当初从贼船上救下你的份上，我也会为他求情。”我道：“会起作用吗？”魏胜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但当我做的，我会去做。至于结果如何，咱们无愧于心。”翌日，魏之来找我，支支吾吾了半天，跟我说了一句对不起。他说他当初没有弄清事情前因后果，就对人妄下定论，是他的错，求我原谅他。我笑了笑，其实我也没有怪过他。谁都有懵懂被欺的时候，他又心性单纯简单，即便那时再讨厌我，也只限于口角上的龃语，从未起过害人的心思，又有什么好在意的？再说，他还是魏胜诸多亲人中唯一一个跟他说得上话的。他笑嘻嘻地挽着我的手，道：“嫂嫂，你不知道，你回泉州探亲的这段日子，二哥哥茶不思饭不想，人都瘦了好几圈，可想你了。”他拉着我在廊下散步，絮絮叨叨将近日府中发生的事情一股脑道了出来。我被掳去泉州的事暂时被瞒了下来，一是因为那日御书房中无外人，这是魏胜考虑周全，提前禀明了圣上，将无关人等清退了出去；二是因为圣上亲自下令封了口。可是纸包不住火，我失踪了这么久，还是不免有流言蜚语传了出来。有人怀疑我不是探亲，而是出了意外。至于什么意外，多的是不同的猜测。然而随着圣上的一道圣旨，让所有人都闭了嘴。在一品诰命的基础上，他又给我加了一个明德的封号。魏胜说，这次可不是我厚着脸皮去求的，是圣上追着我硬要给你的。我笑他贫嘴。他忽然郑重道：“锦荣，这是你应得的。”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情，裴玉连累了荣西伯府，不仅我那位嫁入荣西伯府的嫡姐遭了殃，还连累了崔家，父亲被连降了3级，嫡妹崔锦欢的婚事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影响。巧的就是她嫁的人还是那位6品小官，若是照此发展下去，她是不是会跟前世一样，病死在随夫赴任的半路上？我琢磨了半夜，让人跟了去，果见他半途病倒，便让人给他请了个靠谱的大夫。他那夫君倒是真心疼爱他，只是前世被庸医所误，这才耽误了病情。魏胜得知此事后，道：“你跟你那位妹妹感情甚好。”我摇头道：“小时候我与她还尚且能说得上话，我娘生病时，她还瞒着王氏来看望过。只是被她奶娘发现后，告诉了王氏，
之后便再没来过。长大后，他便与他母亲一样，眼高于顶，再未瞧得上我，却也未曾害过我。我如今救他一次，就当是全了当初的看望之情。毕竟我与他也曾有过做姐妹的机会，只不过被这世道给断送了。我娘忌日的时候，洪妈妈来到了京都，给我娘扫墓。此外，她还带来了阿秀的消息。我一直对阿秀的身世感同身受，再加上我们也算一起共患难过，就一直想着帮她一把。离开泉州前，我便嘱托洪妈妈出面，去将阿秀给买了回来，救她脱离她那狠心的继母之手。这段日子以来，阿秀一直住在泉州赵家。如今，她已经嫁给了府内的一个陈姓管事，二人两情相悦，阿秀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。忌日那天，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。江怀之垂头跪在我娘坟前，这让我想到了那年，他来到我的坟前，也是这副潦倒形容。听见响动，他起身回望，但他向我看来的视线，却被另一道身影毫不留情地挡住了。魏胜讽刺道：“江巡抚不赶紧去福建赴任，来这里作甚？”江怀之即便反应迅捷，还是不免被陶家的事牵连。从督察院左都御史调职福建巡抚，发3年赏银，名义上都是正二品，实际上却被调离了京畿，远离中枢。江怀之说：“去年春天朱雀街上，我是故意的。”他是说，那次偶遇，其实他是刻意等在那里的。我心下微凉，从魏胜身后站了出来，道：“那你知道那日我出城是去做什么吗？”他愣怔半晌，我道出了那日大夫说的话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，你我之间有何仇怨，让你对我下此狠手。江怀之，你知道你让我失去的是什么吗？他颇为震惊，道：“你怎么？我怎么知道的？可这还重要吗？”他嘴唇蠕动，眼角落下一行清泪，最后终于吐出一句完整的话：“对不起锦荣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赵姨。”恍然片刻，我才明白，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原来有些人做坏事是不需要理由的，只因为那恶念一起，便遏制不住了。也许他是因为心里想着陶淑然，便不想别的女人生下他的孩子。也许当初的一切都是谎言。从他随母入京，投奔我娘的时候起，他就只是想利用我们母女。也许他不仅骗了我，骗了我娘，连他自己也骗了。也许还有很多也许。洪妈妈忍不住冲上来，狠狠扇了他一巴掌：“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当初我家姑娘对你那么好，你们母子的吃穿用度哪样不是我家姑娘给的？没有我家姑娘，你连读书的钱都没有，哪还有你如今的大官做？到头来你却这样对蓉姐儿。你上门求亲时对我家姑娘说的话，你都忘了？好，你不记得了，我老婆子还记得。你当初说此生若是有妇蓉姐儿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你如今倒是活得人模狗样的，还有脸来祭拜我家姑娘？我呸！江怀之最终踉跄而去。过了些日子，洪妈妈便回了泉州，日子恢复了平静，平静的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。可我知道，不是未曾发生，而是一切都过去了。又到1年重阳节的时候，魏胜不许我出门去逛灯会，他将我紧紧搂在怀里，说：“锦荣，此生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苦楚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
脑中想到的却是当初同我一起被拐上船的那些女子。她们谁又比我更容易呢？我不由道：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哪有不受苦的？只是每个人受苦的方式不一样罢了。只要我不以自己的苦为苦，就总能看见希望。我是魏国公府不受宠的庶子。传闻中我生母是一个恶毒的女人，据说她当年坑害主母，给主母的饭食里下毒被发现，而被活活打死。她死的时候，我才2岁。府里人人都说她恶毒。所生的我也是个恶毒胚子。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。12岁那年，嫡母生辰，在府中设宴，我又一次被恶奴围在墙角殴打。一个小姑娘冲了出来，嚷嚷说有好多人在院子里赏花，若是再打人，她就将他们都叫过来。刁奴偃旗息鼓而去。那姑娘就是崔锦荣。她说，其实人都在花厅说话喝酒，还未出来逛院子，让我快离开这里，免得那群刁奴发现又折返回来。我觉得这姑娘有点意思。她既未问我为何被打，也未问我是谁，只让我走。一双杏仁似的眼睛，好看透了一切。我告诉她，我魏胜有仇必报，有恩也必报，以后我定会报答你今日相助之恩。她既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，自顾自转身离开了。后来大皇子与二皇子争夺皇位，大皇子为长，却是庶子；二皇子为幼，却是嫡子。陛下态度暧昧，一直未立太子。父亲占了大皇子，我便暗中投了二皇子。那年我15岁，下了这场豪赌。17岁时，我已经成为二皇子的亲信，一直在暗处为他做事。一日骤然听闻户部左侍郎崔府的庶女成亲了。我打听是哪个庶女，才得知是崔锦荣。听说她嫁的是江怀之。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。至于哪里没意思，又说不上来。1年后，我得知江怀之也投入了二皇子门下。由于我一直在暗处，所以从未与他说过一句话。二皇子私下里对我说，江怀之胸有城府，是可造之才。可我对他总是喜欢不起来，因为他娶了崔锦荣。后来二皇子登基，我才从暗到明，成了锦衣卫指挥使，正是掌权魏国公府。从来对我不闻不问的父亲，老泪纵横，求我保住魏国公府。嫡母跪在我面前痛哭，求我救出被下大狱的他的儿子魏军。从此，我成了魏国公府新任掌权人。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，我开始频繁做同一个梦。梦里，当年那个胆敢单枪匹马冲着一群恶奴嚷嚷的小姑娘，死在了我的怀里。每次我都会从梦中惊醒。而后不久，我就听说崔锦荣被江怀之休了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一直在等这一天，等崔锦荣离开江怀之的这一天。那时我尚在外办事，听闻这个消息后，梦中的情形便反复在脑海中盘旋，搅得人不得安宁。于是我决定改变计划，提前归京。我从未如此庆幸过我做下的某个决定，这是唯一一个。回京不久，我就将安插在崔府的暗探叫来问话。从他口中，我得知崔德和王氏为保全崔家名声，竟要毒死崔锦荣。我这才提前一步带人赶到崔家。我娶她，一是多年心愿得偿所愿，二是想给她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谁知后来会发生那些事？她失踪的日子，我第一次有无能为力之感。
小时候被恶奴拳打脚踢的时候没有，后来为二皇子暗中拼杀的时候也没有，只有这一次。我派人布下天罗地网寻他，可人到了福建境内就没了踪迹。后来人在泉州找着了，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泉州异动的消息。我这才知道他被卷入了一个多大的漩涡当中。我即刻去信，让他们速归。实在不放心，又决定亲自去接他。半路上却接到刘启的信，说他去见了冯启。我当即猜到几分他要做什么，心惊胆战之下，又即刻派人去给霍如清送信，请他务必亲自走一趟。重逢时，他风尘仆仆，脸色苍白，看着就知道遭了大罪。我心疼他，他自己却好像不甚在意的样子。我感觉他变了。离开前，他还有几分郁郁寡欢；再见时，他已经轻省了许多，好似将一些事情放下了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不以苦为苦，就能有盼望时，我反而有些看不懂他。我希望他跟我哭诉，跟我诉苦，跟我闹脾气，要我给他报仇。只要他说了，我就能为他做。可转念一想，他的仇人都已自食恶果，我又还能为他做什么？一阵无力感袭来，我觉得他好像不需要我。可后来他对我说，你已经为我做了许多，但有些事情总是需要自己去做的。我问他，比如呢？他开始笑嘻嘻地竖起指头数算道，比如吃饭，比如喝水，比如读书，比如认路，还有好多好多。我看了他良久，将他的手包裹住，心想算了，他既然想为自己做主，就依着他吧，总有我为他兜底，怕什么？可是后来，我又发现他在偷偷地哭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却将我的手放在了小腹上，吸着鼻子说她怀孕了。我觉得不可置信，愣怔良久，才颤声问道：“可当真？”这2年，我寻遍天下神医为她诊治，没有一个说她还有希望怀孕的。我们俩都已经死心了。我见她每看诊一次，失望就增添1分。后来索性不再提这件事，大夫也不找了。我打定主意，即便此生没有孩子，我也不愿再看她伤心。如今突如其来，却有了。我激动地抱着她，差点语无伦次。惊喜之后，我只道老天待我不薄。后来圣上的恩旨赐下，说他福泽天赐，这才提醒了我，这何尝不是对他的恩赐？原来锦荣为泉州百姓所做的一切，老天爷都看在眼里。可锦荣说，我当初也没想这么多，就觉得不能让这么多条人命白白搭进去。如今这个孩子的确是意外之喜，可见有些事情并不是一定的，绝境之处也会有转机。他的绝境，他的转机，他独行而过，伴随他的是无尽的黑暗和万丈之上的天。我很遗憾那时我不在他身边，但他终究穿过幽暗的谷底，回到了我身边。原来他才是更勇敢坚强的那个人。